撕掠城寇变萧豪，红海腥风血雨飘，金银散尽迷踪影，权力游戏暗涛销。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他曾是皇家海军的军官，也曾是撕掠船上的大副，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海盗之路。他的名字叫亨利·埃弗里。你可能听说过加勒比海的海盗，但埃弗里的舞台却在遥远的印度洋。他袭击过英国的商船，掠夺过丹麦的船只，甚至还劫持过一艘法国海盗船。但真正让他名扬天下的是他对莫卧儿帝国宝船的惊天动地的袭击，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宝藏。一场血腥的杀戮引发了两个大国的对立，也让埃弗里成为了全世界通缉的对象。然而，就在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的时候，埃弗里突然消失了，就像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一样。他毫无征兆地隐去了踪迹，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测。在历史的迷雾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幽灵般飘忽不定，而亨利·埃弗里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出生于德文郡普利茅斯附近一个叫牛顿弗里斯的小村庄，可连确切的年份都无法确定。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童年又经历了什么。我们只知道，这个日后被称为海盗王的男人，早年便投身大海。他先是在商船上当水手，随后又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他曾是海军的见习官，在鲁珀特号和阿尔伯马尔号上都留下了足迹，也曾参与了著名的比奇角海战和阿尔及尔的炮击。之后他辗转于各个船只，甚至曾参与到奴隶贸易之中，但这些都只是他人生舞台的序幕。1693年，他加入了西班牙撕掠船查尔斯20号，担任大副一职。当时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撕掠船应运而生，他们被授权袭击敌方船只。然而查尔斯20号的旅程却并不顺利，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工资被拖欠，船员们在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港口一等就是数月，船员们的不满日益增长。1694年5月7日，时机成熟，亨利·埃弗里这个身材中等、略胖、面色红润的男人抓住了机会，他煽动船员反叛，夺取了查尔斯20号，宣布自己成为船长，并将船名改为幻想号。他告诉他的手下，我成了这艘船的船长，我的目标是马达加斯加，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财富，也为了所有加入我的兄弟们。自此，一个海盗的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幻想号在亨利·埃弗里的指挥下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他们先是在佛得角群岛附近劫掠了3艘英国商船，随后又在非洲西海岸附近捕获了2艘丹麦船。他们一路劫掠，招募新人，一路南下，来到了马达加斯加岛。在那个海盗的天堂，他们补充给养，休养生息。在科摩罗群岛，他们又劫持了一艘法国海盗船。在航行途中，埃弗里曾给所有英国船长写了一封信，其中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绝不攻击英国和荷兰船只，但这仅仅只是他抛出的烟雾弹。他实际上袭击所有他认为有价值的船只。1695年8月，他们来到了红海的曼德海峡，这里是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他在这里与另外5艘海盗船会合，尽管其中有1号的托马斯图是经验更丰富的老手，但由于埃弗里的幻想号最为强大，他被推选为海盗舰队的指挥官。这支强大的海盗舰队将目光投向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朝圣船队。这个船队每年都会从红海的摩卡港出发，返回印度的苏拉特，其中有大量的朝圣者，也携带着无数的财富。1695年9月8日，他们发现了这支船队，海盗们不顾一切地追赶上去，因为速度太慢，海豚号被烧毁，船员转移到了幻想号，其他船也相继掉队。幻想号、珍珠号和普茨茅斯冒险号最终追上了一艘名为法塔穆罕默德号的护航船，它满载着大约5万到6万英镑的金银财宝，
然而，真正的目标是甘吉萨瓦1号这艘巨型帆船，是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泽布的旗舰，配备着多达80门大炮和400名士兵。幻想号率先发起了攻击，一炮摧毁了甘吉萨瓦1号的主桅，而甘吉萨瓦1号自己的一门火炮也发生了爆炸，造成混乱。海盗们趁乱登上甘吉萨瓦1号，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经过数小时的搏斗，他们终于控制了这艘巨型宝船。而此时，船上原本的船长早已躲藏起来，甚至命令奴隶女孩进行反击。接下来，海盗们对船上的乘客进行残忍的拷打、杀戮以及强奸，一些妇女甚至为了保全贞操而跳海自尽。甘吉萨瓦1号的劫掠让埃弗里及其手下获得了价值超过32.5万到60万英镑的财宝，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今天数千万美元，其中还包括镶满红宝石的马鞍、黄金、白银、宝石、香料和丝绸等奢侈品。每个海盗的份额相当于一个海员一辈子辛勤工作的收入。然而，这笔巨额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泽布怒不可遏，他认为英国人与海盗勾结，并下令逮捕了在印度的所有英国商人，并没收了东印度公司的资产，甚至威胁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东印度公司为了维护在印度的利益，被迫向莫卧儿帝国支付了巨额赔偿，并悬赏1000英镑捉拿埃弗里。英国政府也因此向海盗宣战，并颁布了通缉令，宣布埃弗里是人类的公敌。为了躲避追捕，埃弗里和他的手下们分散逃离。他们先是到达了留尼旺岛，瓜分了赃款，随后他们又前往加勒比海的拿骚岛。在那里，埃弗里化名本杰明·布里奇曼，并用幻想号和一部分财富贿赂了当地的总督尼古拉斯·特洛特，换取了在岛上避难的许可。他们谎称自己是奴隶贸易商，但好景不长，随着消息的传播，他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了。特洛特为了撇清关系，宣布通缉埃弗里，但暗地里却给他通风报信，让其逃之夭夭。1696年，埃弗里又回到了爱尔兰，但他的踪迹再次消失。据传，他在那里用自己掠夺来的钻石与一些商人交易，但却被骗得一贫如洗，最终在贫困中死去，甚至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另一种说法是，他化名隐藏了起来，在英国或者一个偏远的岛屿，安静地度过了余生。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成了马达加斯加的海盗之王。一封发现于苏格兰档案中被错误归档的署名海盗埃弗里的信件，似乎揭示了新的秘密。这封信部分用密码写成，收件人是伦敦的詹姆斯·理查森牧师，而研究表明，这封信可能与一个由丹尼尔·迪福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坦尼森领导的间谍组织有关。这是否表明埃弗里实际上曾为英国国王威廉3世效力？他的海盗生涯实际上是伪装下的秘密使命。关于他的藏宝地，一个潜在的线索是在2020年发现的一份科尼什档案中的信件。信中提到，海盗埃弗里从印度返回后，在西伊甲附近靠岸或遭遇海难，将3箱宝藏埋藏在海边的沙滩里，大约在西伊甲以东3英里处，在3块灰色石头或岩石附近，在3块石头的西南方向的一个小海湾里。这封信还提到了这些石头已经被草覆盖，以及宝箱的材料和里面的物品：宝石、手镯、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黄玉、钻石、金条等。这封信的发现为寻找埃弗里的故事和财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藏宝图有了，而你是否准备好去寻找海盗王的宝藏了呢？